当然，若王爷不信，我们可以写契约文书。不用，本王信陆姑娘，不知陆姑娘明日可否前往镇魔司一趟？清风，通知各地的镇魔司，让身染魔气的力士1个月之内赶至京城。另外，召回身染魔气的退役力士之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青州，一个偏远的快要被人遗忘的山坳里，老头子，喝药了。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山村的宁静。一名身穿镇魔司黑色劲装的年轻力士翻身下马，风尘仆仆。你可是张烈？你是何人呐？镇魔司9品力士，奉并肩王密诏，请张烈前辈归队。当晚，他脱下身上满是补丁的麻布短衫，将木箱里的镇魔司服穿在身上。你个老不死的，你疯了不成？张烈，你都多大岁数了？再瞧瞧你的左手，你还回去干什么？送死吗？镇魔司早就把你忘了。10年，整整10年，他们什么时候管过你的死活？如今又要你去送死，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你不懂，老婆子，这10年来虽贫穷又痛苦，但你可知，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呐，等了10年了。一日为镇魔司人，终生为镇魔司人。只要这身衣服还在，我张烈就还是那个能为大招百姓斩妖除魔的镇魔使。更何况这次还是王爷急召，我走了。这次急召恐怕是凶多吉少，老婆子，你就当我死了，好好和孩子一起过。若我能侥幸活下来，一定会回来的。他推开门，毅然决然地踏入了夜色之中，向着那召唤他的方向，向着京城的方向走去。相似的一幕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个偏远的山坳，所有人收到密令，纷纷换上了那身早已洗得发白，甚至打了补丁的黑色制服。他们重新配上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刀剑，他们告别了亲朋好友，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带着视死如归的心境，坚定地踏上了去往京城的路。江府后门，娘，你弄疼耀祖了。还有，我不回去，我要爷爷，你放开我。闭嘴！来人，赶紧将少爷弄回府里。今天江府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我要爷爷。母亲是坏人，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带爷爷回家。小元宝用力猛地挣脱了束缚，像一头受惊的小鹿，迈开粗壮的大长腿就朝着府邸深处跑去。祖母，祖母，救救耀祖！耀祖，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祖母，哎呦，我的乖孙，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快告诉祖母。祖母，耀祖今天见到祖父了。傻孩子，又说胡话了。你祖父已经走了好多年了，你怎么会见到他呢？这孩子是想念祖父了。祖母撒谎，祖父就在国公府，他哪儿都没有去。祖母不信，可以问问母亲，母亲也看见了。可是母亲不让元宝带祖父回家，他是个坏人。啊，这是怎么回事？娘，别问了，儿媳没脸说。说。
将国公府生辰宴上的闹剧用最简略、最羞耻的语言复述了一遍。国公府真是欺人太甚！我就要爷爷，我就要爷爷！你们都是坏人，不让我见爷爷。我不要吃饭，我也不要喝水，我只要爷爷。爷爷呀，孙儿的命好苦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快起来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小少爷扶起来，地上凉，容易风寒。我不起来，除非你们把爷爷给我找回来。江夫人又是哄又是骂，可小元宝就是不听，只是反复哭喊着一句话：我要爷爷！再这样下去，非要闹出病来不可。刘管家，备上一份厚礼，去镇国公府，请陆小姐过府一叙。是。小元宝听见这话，收住了哭声，泪眼花花地看着自家祖母。耀祖啊，快快吃饭，你爷爷一会儿就到家了。娘，耀祖仅仅只见了那位陆姑娘一面，就能听话乖顺。若陆姑娘愿意带着耀祖，说不定耀祖的痴病就好了呢。或许是老爷子在上天保佑自家乖孙。镇国公府，二小姐，将军府来人求见。将军府？是小元宝？难道以前是易容的？也不知我家的小祖宗为何会觉得眼前这样一位娇滴滴的美娇娘和满脸胡须的老将军长得一模一样。老奴见过国公府二小姐，我家老夫人想请您过府一叙，马车已在府外候着了。刘管家，时间已晚，我后日前去可好？哎呀，二小姐，你就随老奴去一趟将军府吧。自从耀祖少爷见了姑娘之后，回府水米不进，哭闹不休，死活要见您呢。耀祖少爷实在是闹腾得厉害，老夫人实在是没了法子，才斗胆请小姐您一步，劝劝耀祖少爷。若是二小姐不去，那谁也不知道耀祖少爷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小元宝如此闹腾要见本尊，难道是上界宗门之事并未跟本尊说齐全？行，我随你走一趟将军府。与此同时，镇国公府的另一处院落，今日之事当真是凶险万分呐！只差一步，我们苏家就要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果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六皇子此番布局环环相扣，不可谓不狠辣呀。他这是让吏部尚书家的李文山玷污小妹，好让国公府与他六皇子牵扯关系，让江家那傻子来闹事，利用真真拉拢将军府，转身又让人对着薛彻下黑手，不但除去了李二狗，又让宁远侯府无人继承，回到皇上手中，真是好算计啊！若不是真真姐的小青蛇救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若一天内坐实苏宁熙与李文山、陆真真和江耀祖苟且之事，镇国公府不仅沦为京城笑柄，还会因六皇子暗中运作，苏家百年基业旦夕间便会土崩瓦解。皇上想要对付我们国公府，又害怕爹爹手里的80万大军，这才会使用这些偷偷摸摸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我都暗中清理了好几批府中下人，但那些探子无孔不入。如今我看见下人就会全身警惕，太累了。若是爹爹在就好了，只需要3000黑骑护甲军，任何苍蝇老鼠都进不来。不用担心，珍珍给国公府下了一道玄光镇邪诏，不出10日都全部清除干净。对呀，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玄光镇邪诏是什么？珍珍说了，只要不忠于国公府的，不出10日都会病逝。真有这样神奇？有了这个什么诏，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就不怕自己睡着后莫名其妙的死了。不过府中突然死这么多人，恐惹人生疑。娘啊，我们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可不能让人钻了空子。这点小事为娘心里有数，就等着瞧好吧，绝对不会出任何的岔子。更何况还有嫣儿和希儿帮衬我，没问题的。二小姐到了。将军府上空弥漫着不少功德金光，还有几分铁血的味道。这样看来，江勇并非是一个善恶不分之辈，看来应是被六皇子欺骗的莽夫。虽说有功德金光庇佑，但还是能窥见血煞之气。看来有人动过江勇的祖坟。既然小元宝与江家有缘，本尊自然也搭把手了。陆姑娘，老夫人、夫人还有耀祖少爷在正厅等候多时了。哇，爷爷你真的来了，孙儿好想你啊！陆姑娘，耀祖不是说陆小姐和江老爷子长得一样吗？就算是门缝里看人，他们也长得不一样，好吧？耀祖，男女授受不亲，还不放开陆姑娘？不是姑娘，是爷爷。你们瞧瞧，是不是跟祖父长得一模一样啊？这哪里像了？一个清冷如月宫仙子，不染一丝凡尘；一个威猛如沙场阎罗，满面风霜与煞气。除了都是人，根本找不出半分相似之处。母亲，耀祖的病不会是更重了，都开始说胡话了。以前只是傻，现在不但傻，还很瞎，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叔祖，你就瞧好吧，小元宝一定会让他们同意的。耀祖是乖孩子，不会说谎。瞧瞧，这就是爷爷，一模一样。娘，你怎么能这么不孝顺？你快叫啊！他是爷爷，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你快叫他爹，快叫啊！让我对着一个比自己女儿还要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喊爹，这简直比当众掌过我100个耳光还要让我难看。耀祖，不许胡闹！师叔祖说，只要守住底线，不杀人放火，为达目的用任何卑劣的手段都是可以的。娘不乖，娘不叫爷爷，我要让爷爷和爹爹狠狠地打你屁股。可看着在地上打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儿子，终究还是心软了。爹，嘿，走一趟江府就白捡这么大个女儿，虽然有些羞耻，但是心里一阵舒爽，是怎么回事？这姓陆的是什么意思？他还真当自己是公爹了不成？娘真是个乖孩子，对爷爷就是孝顺。他转过脸看向江老夫人，一脸的期待。江老夫人的心猛然一跳。不是吧，不是吧？难道老身一把年纪了，还要喊一个小姑娘夫君？陆姑娘，实在是对不住，让你见笑了。耀祖从小脑子都不好使，白日见过姑娘后，不
知这孩子怎么的，非要见您。我们实在是没法子了，才出此下策，还望姑娘海涵。这孩子挺可爱，他的病我能治。我不敢说能让他恢复如初，让他1个月内拥有6岁孩童的心智并非难事。随着时间，他很快和成人一般无二。陆姑娘，此话当真？自然。江老夫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正要开口许下重诺，厅堂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老夫人，夫人呐，不好了！哎呀，出事儿了！大少爷他又犯病了！哎呀，大少爷把自己锁在房里，正用指甲拼命地抓挠墙壁，嘴里还凄厉地尖叫着。老夫人，那声音，哎呀，那声音简直不像人发出来的呀！啊，怎么会这样？江老夫人和江夫人脸色瞬间煞白，也不顾及陆真真还在，两人一前一后朝着后院小跑而去。不是说将军府就你一个子嗣吗？娘好像有3个孩子，江耀祖前面有一对龙凤胎，不过2人5岁时就被关进了后院，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院门。祖母觉得是祖父和父亲领兵打仗杀戮太重，老天爷降下的惩罚，就将2人锁在了后院。祖母也开始吃斋念佛。第2年，江耀祖就出生了。江耀祖极其聪明，3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5岁就能出口成章。江老夫人以为是佛祖保佑，更加虔诚了。江耀祖也成为了江府的希望。没想到祖父战死后第2天，江耀祖开始不说话，记性也变差了，最后就演变成现在的傻子。祖母不忍心让江耀祖也被锁在后院，所有知道将军府有个初儿，遗忘了江耀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存在。走，我们也去瞧瞧热闹。房门打开的一瞬，一股混杂着血腥与恶臭的黑色烟气如毒蛇般猛地窜出。是魔气。风儿，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江老夫人，令公子这病我能治。陆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看你们是小元宝的家人，给你们打个折，100两诊金。陆真真看着到手的100两，喜笑颜开。她伸手将躲在发髻间打盹的小青蛇拽了出来，直接将其丢进房间。这是……他不是癔症，而是中了魔气。小青会处理好一切。2位江夫人还请耐心等候。看来很早之前，狗皇帝就对江府动手了，连孩子都不放过，真是阴毒。难怪老六手段层出不穷，都是狗皇帝教的。整个过程，2位江夫人以及在场的下人都彻底呆住了。陆姑娘！刘管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陆真真连连磕头。神仙，您是活神仙呐！谢谢你救了大少爷，完成了老将军临终一桩遗愿呐！不用在意，我只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爹，不知爹能否救救你的大孙女儿？江夫人这一声爹是喊得越来越顺口了，瞬间本尊又多了个大孙女。小元宝在江家没办法不管，救一个是救，救2个也是救，更何况江夫人这声爹喊得挺悦耳。那就去瞧瞧吧，劳烦带路。廖嬷嬷，你去请府医过来，之后就留在此处，好生照看大少爷。是，老夫人。
陆姑娘，烦劳您一步，随我们去看看雨儿。好家伙，这哪是大家闺秀住的地方，跟冷宫似的。看来这江家那孙女的日子比他哥还惨啊。奴婢小红见过老夫人、夫人、小少爷。叫老太爷。奴婢见过老太爷。玉儿没睡吧？我们想进去瞧瞧她。小姐还在看书，未睡。房内光线昏暗，陈设简单的近乎简陋，与将军府的富贵格格不入。这屋里和江小姐的身上都没有魔气啊，你去瞧瞧，是不是本尊看漏了？毕竟有些魔气极会隐藏，虽然陆真真也能找到，但有了小青这个工具蛇，她就开始犯懒了。小青蛇心领神会，悄无声息地游弋了一圈，很快便传回了意念。姐姐，这里没有魔气，一点都没有。这位江姑娘身上散发着一丝丝的咒术的味道。这就有意思了。玉儿，这是娘给你请的神医。别看陆姑娘年纪小，可是真正的神人呐，她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玉儿啊，让陆姑娘给你瞧瞧。这女子好生漂亮，玉儿见过神医，我的病我自己清楚，就不劳烦姑娘了。这就心死了，是不相信自己被治好，还是怀疑本尊实力？也对，被折磨了10多年，换谁都会抑郁。胡说什么？有陆姑娘在，一定能治好。玉儿，你大哥的病都被陆姑娘治好了，为何不试试？真的，祖母没有骗我，大哥真的好了。你若是不信，你可以去看看你大哥，他的怪病真的好了。只要你去看过，就会相信。神医真的可以治我的怪病？你不去看看你大哥，说不定我是你母亲找来诓骗你的。我愿意试试，最后的结果无非保持原状。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既然信我，就说说你的病症。从小身上就无缘无故的疼，像是被无数根细针同时扎着，无时无刻不在疼，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密密麻麻的扎遍了我全身的每一寸血肉。有时候我独处的时候，全身像是被人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用脚不停地踢踹，我身上没有一处是好肉。玉儿，那你身上岂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不跟娘说实话？每次问你，你都说很久没犯病了。姐姐，她肯定是被人下咒了。下手之人到底跟江家是有多大的仇怨？姐姐，你若要破咒的话，先要确定对方用的是什么咒，毕竟很多被下咒的受害者看起来都差不多，用的咒术却是不一样的。本尊已有眉目了，只是要进一步确认一下。神医，我这病……江思雨突然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诡异地扭曲着，四肢不受控制的胡乱挥舞，像是要挣脱什么看不见的束缚。玉儿！江夫人吓得魂飞魄散，凄声尖叫。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倒在地上的江思雨还没来得及喘息，那股无形的大力再次将他拎起，时而撞向桌角，时而又将他高高抛起，再重重摔下。师叔祖，他好可怜，您救救他。对，爹，你快救救玉儿啊！爹，女儿求你了，出手救救你的大孙女儿吧。唉，我没说不救啊，起来。只见陆真真素手一翻，
掌心凭空多出一张明黄色的符箓。赐制定身符一张，童叟无欺，专治各种不服。先让你消停一会儿，不然这房子都得被你拆了。是。刹那间，符中射出无数道金色细线，四面八方朝着江思雨袭去，很快如同绳子，迅速将他包裹成虫茧一般，让他动弹不得。雨儿，沈一定然有法子救雨儿，你就不要去添乱了。江小姐暂时没事了，扶你小姐上床，好好睡上一觉。是，老太爷。陆姑娘，这究竟是何等邪祟作祟？不是鬼祟，江小姐是被人下咒了。此咒名为同感咒。同感咒？那是什么东西？为何老身从未听闻？这种咒术并非恶毒的咒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咒术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自保手段，在下界极少人知道。所以你们这么多年请了那么多人，瞧不出端倪，都以为江小姐是得了怪病。还好江小姐心性不错，换做其他人被如此折磨10几年，早就自缢了。虽然咒术不恶毒，可也害苦了雨儿，还请爹救救这可怜的孩子。能救。这种咒术需要江小姐的生辰八字、胎发、血，通过转换媒介与施咒者手里的媒介相连。一旦建立，施咒者手里的媒介就与江小姐的命理相连，那媒介所遭遇的一切都会分毫不差地反馈到江小姐的身上。她若用针扎那媒介，江小姐便会感到万阵穿心之痛；她若拳打脚踢那媒介，江小姐的身上便会凭空出现这些淤青伤痕。是什么人？是谁如此丧心病狂？生辰八字、胎发、血。江夫人面色惨白如纸。这些东西都是贴身之物，外人如何能得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府中的下人。两位不用担心，只是毁了转换媒介，就可以破了此咒术。转换媒介就在江府。那媒介，敢问陆姑娘，那东西在何处？陆真真不想费神，驱使小青蛇去江府找。不一会儿，石海里就传来消息：姐姐，小青找到了，小青把视野共享给你。找到了？哼，藏得还挺深。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这话果然不假。转身出了房间，朝着目标前进。江家婆媳对视一眼，命小红照看好江思雨，就连忙跟上去。陆姑娘，那个转换媒介不会在这里吧？陆真真没有理会他，目光如利剑般瞬间锁定在供桌正中央的那尊白玉观音像上。小元宝，去把它给砸了。是，爷爷。不行，不行，万万使不得呀！陆姑娘，陆姑娘，这尊观音像动不得呀！这是当年老将军还在世时，特意为老身求来的生辰礼。为了保佑我们江家阖府平安，老将军更是重金请了逆道门的高人为其开光，日夜供奉，从未间断。老话说，宁搅千江水，不扰道门神。这观音像已有了灵性，若是贸然砸毁，我们江家会遭受天谴的呀！天谴？笑话！在本座面前，我就是天，我就是法。还有，这江府就没有一个正常人怀疑一下下，佛像为什么要让道门里的高手开光？不合常理啊！你们若是为了一尊白玉观音像，让江小姐继续承受痛苦的话，我没什么意见，选择权在你们。
反正他是收了钱的，不亏。娘，为了玉儿，要不然还是砸了吧。等事过了，选个黄道吉日，再请一尊菩萨像回来。娘，你觉得可好？一声玉碎的脆响，清冽而刺耳。药祖，那白玉观音像很重的，你可有伤着？爷爷，找到了。江老夫人看着那3样东西，如遭雷击，呆立当场。这不可能！玉儿的生辰八字、胎发，这怎么会藏在老爷送的观音像里？好了，转换媒介已毁，同感咒破了。不过咒术反噬，施咒者必遭其果。想知道是谁下的咒，老夫人可以让人好好查查，看府中有谁突然吐血晕厥。好，今日必将恶毒的贼子抓出来。劳烦陆姑娘随老身回中堂，帮忙做个见证。众人立刻跟着江老夫人，气氛肃杀地回到了江府的中堂大厅。来人，唤刘管家前来。老夫人有何吩咐？刘管家，你立刻发动府里所有的人手，给我挨个院子查，去查查，看看府里哪个下人突然无缘无故的吐了血。一旦查到，就带到老身面前来。记住，是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放过。是，我这就去办。就在江夫人快要坐不住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混乱的脚步声。老夫人，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刚才吐血定然是咒术被破，看来这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就是江府请来的高人。长得倒是漂亮，怎么心就那么黑呢？竟然帮着江家作孽！我呸！老夫人，这是怎么了？老奴可是犯了什么错？为何要将老奴如此绑来呀？犯了什么错？你自己做下的如此恶毒之事，还敢说什么都不知道？前世你可知晓，那害了我孙女儿多年的同感咒，就在刚刚已经被陆姑娘给破了。老奴冤枉啊！老奴不知道什么咒术，请老夫人明察。他已知咒术被破，但是这样虚无缥缈的事情，只要没抓个正着，是不会轻易承认的。别装听不懂。咒术反噬，施咒者肝肠寸断，吐血不止。你嘴边的血，就是你施咒害人的铁证。你还有何话可说？钱嬷嬷，我们江家待你不薄吧？我女儿当年才多大呀？5岁，只有5岁呀！你怎么忍心下此毒手，还让她吃这些年的苦？你真是恶毒！她只是个孩子，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我们江家究竟哪里对不起你？你要用这么阴狠歹毒的法子来害她一辈子？姐姐，人有2副面孔真可怕，还是我们林宠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要么干一架，要么拼死干一架。姐姐，你掐指算算，那个钱嬷嬷为什么要害5岁的姜思燕？想屁吃呢，太累了，算不了一点。这不是马上就知道真相了吗？算什么算？不算，闭嘴。孩儿能不能愉快的看戏了？你们江府没有对不起我，你们江家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我恨他，我恨江思雨，我做梦都想让他死。
要不是他，我的孙儿就不会死。你的孙儿？钱婆子，你休得血口喷人！我记得你是无银两给亲人下葬，自愿卖身来我们江府做工的。你孙儿的死跟我们家小姐有何关系？你们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江思雨5岁那年，你们江府包了画舫游湖，他不小心失足落水，是我家孙儿救他上岸的。原来他死了吗？你胡说！雨儿当年明明说，那个孩子见他上了岸，便自己走了，并未溺水，何来生死一说？是啊，他没有溺死，他是自己走的。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走吗？因为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下了画舫便将我那浑身湿透的孙儿忘在脑后。你们只顾着安慰你们受了惊吓的宝贝女儿，谁又曾多看一眼那个救了他性命的野孩子？我孙儿他怕给你们添麻烦，怕你们嫌他脏，所以自己默默地走了。可那又如何？他活着离开的。活着？在你们这些达官贵人眼里，只要没有死，就是活着。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那是我得了重病，需要3两银买药，急着去码头扛沙包赚钱。就是因为救了你们家金尊玉贵的大小姐，她在冰冷的湖水里泡了那么久，又是做重活，又是吹冷风，当天夜里就染上了风寒。我们家穷啊，穷得叮当响，哪有钱给他请大夫，哪有钱给他抓药？我那可怜的孙儿，怕我担心，硬是瞒着不说，自己一个人硬扛。还记得他安慰我说：“奶奶，我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过2天就好了。”他没有扛过去呀，风寒越来越重，最后转成了咳症，咳得肺都要出来了。我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了我的怀里，到死他都还在安慰我，说他不后悔救人。你们说他死得冤不冤？那么乖巧的孩子呀，老天爷真不公平。所以我卖身进江府的5两银子，就是给他下葬的钱呐。原来是这样。这瓜保熟吗？这件事儿不是意外吗？钱嬷嬷哪来这么大的恨意？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码归一码，害人就是不对的。姐姐说的对，她可以去找江家讨一个说法，不该用咒术害一个无辜的小孩子那么多年。本尊总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就算滔天的恨意，凭他的见识，根本接触不到同感咒这样的东西。一开始我没想过要报复，只是想着能够待在江思雨身边就好。他可是我乖孙用命换来的，我让自己心里多份慰藉，可是我做不到啊！我每天看着江思雨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
在家人的疼爱中无忧无虑的长大。可我的孙儿，他笑得越是开心，我心里就越像是被刀割。凭什么？凭什么害死我孙儿的他可以活得这么好？我那躺在冰冷地下的孙儿又做错了什么？这恨意就像毒蛇一样，日日夜夜啃噬着我的心，我快要疯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后街采买的时候，一个破道士拦住了我的去路。来了，重点来了。我就说一个厨房嬷嬷怎么会这么高阶的铜杆咒，原来是有幕后黑手。道士？什么道士？一个蓬头垢面，眼窝深陷，穿着一身破烂道袍的道士。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听起来格外瘆人。他那双眼睛不像是活人的眼睛，倒像是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能把人的魂都吸进去。他什么都没问，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他说我心里的恨都快要满溢出来了。他说可以帮我报仇。他教会了我铜杆咒，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用碎布头缝制的布娃娃。他说只要有了姜思雨的生辰八字，还有胎发和血，放在一个无人敢破坏的东西里，我想怎么对布娃娃就能让他感受到同样的痛楚。我也让他为我孙儿的死赎一辈子的罪。你们看到了吗？这些年他过得生不如死，这就是报应，是你们江家欠我们的报应。姐姐，这个道士听起来就好邪门呐，但是这个手段又不像邪修。这个老婆婆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被人将心里的那点恨意无限的放大了。当她的恨意达到了巅峰的时候，又跑出来教铜杆咒，但为何不是害人的咒术呢？小青感觉自己要长脑子了，有些看不懂。不是邪修，邪修的手段更加直接霸道，这样的手段倒也有几分熟悉，一时半会儿本尊想不起来。肯定的是，搞这样手段的人一定是本尊的手下败将。那个道士长什么样？他把咒术交给你之后又去了哪里？你如何与他联系？哼，你就是江家找来的高手吧？瞧你这女娃娃，长得漂亮，年纪又轻，不就破了我这个门外汉的咒术而已，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觉得自己很有本事。道爷的手段通天彻地，堪称仙人，岂能是你这种小辈想见就能见的？他现在完全被那个道士洗脑了，不晓得的还以为进了什么邪教组织呢。姐姐，小青忍不了了，他居然敢这么辱骂你，小青这就去咬他的屁股。就你这老钱婆也敢骂我爷爷，我打死你！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我爷爷了。还真是虔诚的信徒。陆真真从乾坤袋里拿出一张符箓，手腕一转，符箓直接射向钱嬷嬷身上，下一刻消失在她体内。不说是吧？让你尝尝真言符，说吧。钱嬷嬷心中冷笑，哼，我可是最虔诚的弟子，怎么可能会出卖道爷？这个小丫头片子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虽然她心里这样想，嘴却有自己的主意，张口就来。道爷教了我咒术后，就与我约定，每年姜思雨生辰前一天，在城隍庙后的老槐树下见上一面。啊！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演武了，都一次性都说了吗？道爷说，这铜杆咒想要效果长久，就必须年年加持，
否则怨气会慢慢消散。每年那一天，道爷会给我一个玉瓶，瓶子是道爷赐予的宝血。他说，能让我的恨意与这江府的气运与江思雨的命格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宝血？什么宝血？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玩意儿。本尊记得，的确是需要血才能加固同感咒，但不是什么血都可以，必须是江思雨的血才行啊。那道士是如何得到的？姐姐，有没有可能是其他邪恶的东西，只是看起来像血而已？那血是什么样的？那血呀，是暗红色的，粘稠的像化不开的墨，还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腥甜气味。道爷嘱咐我，每次拿到宝血，在江思雨生辰那日，偷偷撒在那尊白玉观音像上。你们是没见过那场景啊！那殷红粘稠的血，从圣洁无瑕的白玉观音头上流动下来，将整个白玉观音头都染上了殷红。那画面，哎呀，怪好看的！可不过片刻功夫，那些血就像是活过来一样，会自己钻进那玉石里去。你们想象一下，庇佑世人的观音将那些血一滴不剩的全都吃了进去。等到血迹彻底消失，那座观音像会从里到外透出一层淡淡的妖异的红光，虽然就那么一瞬。嚯，有意思，玉石吸血，这可不是凡品能做到的。那道士给的恐怕不是加固或滋养咒术的东西，江府恐怕还有什么鬼玩意儿。不过手段倒是挺别致，就是有点恶心人。小青，你仔仔细细将整个江府勘察一番，本尊总觉得遗漏了什么。好的，姐姐。小青得到自家主人的命令，赶紧溜出了中堂。不对，这不对！那尊白玉观音是我家老头子当年请了最有名的玉雕大师，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暖玉雕琢而成，亲手送给我的生辰礼。就连那观音像的底座都是玉石雕刻而成，全身浑然一体。说，你是如何将雨儿的生辰八字、胎发和血帕放进那实心的玉像里去的？我家老头子，他断不可能用这种鬼玩意儿的东西来害自己的亲孙女儿。道爷的手段岂是凡人能揣度的？老太爷他自然是不知道的。那尊白玉观音像在被送到江府之前就已经被换了。背后动手脚的可是逆道门。你怎么知道？钱嬷嬷心惊，这丫头是怎么猜出来的？手段与上次在破庙碰上的吴道子有些类似，只是猜猜，没想到还真是。这群道士不光害人，还暗暗私吞了老将军的白玉观音，在下界还竟有如此为非作歹之人。这群人太狡猾了，都是引诱他人的内心欲望，然后借助这些人搞三搞四，完美绕过了天道爸爸。逆道门，只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休得胡说！逆道门可是通往上界的仙门，岂能是你胡乱攀咬的？若是逆道门知道，你可知道自己下场？哼，言尽于此，随你信不信。刘管家，老奴在。让人将这毒妇给老身拖出去，杖毙。是。上
天如此不公，我的石头死得好惨呀！你们就将害死我的孙儿，却一个个锦衣玉食，凭什么？凭什么？我没有错，我只是想为我的石头报仇。我恨呐，我好恨呐！厉大门有些东西啊，钱嬷嬷这一点恨意，快被他们养得快名尝实质了。若是让他这样死了，这股怨气不散，缠在江家，不出3代，气运必衰，小元宝也会受到牵连。等等，陆姑娘，可是有何不妥？你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孙儿？是。那你要不要见他一面？你且问问他，想不想要你这样为他报仇？你说什么？你说能让我再见石头一面？他一直都在你身边，从未离开过。你倒是没告诉你吗？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你每一次对江思雨施咒，让他痛苦万分时，石头的魂魄就被你的恶念撕扯一分。你每一次对着那邪物祈祷，加深自己的怨恨时，他的魂魄就变得更暗淡一分。你在惩罚江思雨的同时，也在亲手折磨你的孙子。你被逆道门的那帮臭道士给忽悠了，天道爸爸还是很公平的，就算让你感到绝望，也会给你开一扇窗，甚至是掀了屋顶，机会给的足足的。只是要如何破局，还得看自身怎么做，怎么想。不，你胡说，你胡说！道爷说了，只要我报了仇，就能积攒功德，石头他来世就能投个好胎。切，还功德？我呸！这逆道门画的饼，比本尊忽悠宗门那些小弟子的饼还大。如此作恶，天道爸爸就应该第一个劈死他们了。陆真真并指如剑，指尖一缕微不可察的金光倏然弹出，没入钱嬷嬷的眉心。既然你不信，那便自己看吧。钱嬷嬷只觉得脑中一声嗡鸣，再一次睁开眼，便看见屋内多了一道虚幻的近乎透明的幼小的熟悉身影。那是石头。奶奶，奶奶，收手吧，石头不悔救了那个妹妹，救人是对的，是那些穿着道袍的坏人，他们利用了你。奶奶，你的恨好痛，石头好痛啊！断断续续的话语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扎进钱嬷嬷的心脏。原来都是真的，他所做的一切非但没有为孙儿积攒任何功德，反而在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以为的报仇，其实是在用最残忍的方式折磨着孙儿的魂魄。我的石头，我的孙儿啊，奶奶对不起你，奶奶错了。他猛地挣脱了家丁的束缚，用尽了此生所有的力气，像一颗出膛的炮弹，朝着中堂那根金丝楠木柱狠狠撞了过去。一声闷响让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中堂。只有陆真真看见钱嬷嬷牵着石头的手朝着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逐渐消失黑夜中。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清理啊！府中发生了何事？啊，母亲，可是身体不适，儿子这就叫府医过来给您瞧瞧。此人正是小元宝名义上的父亲江勇。母亲，到底府中出何事了？
别怕，儿子给你做主。整个中堂，不是整座江府，都随之剧烈的一晃。怎么回事？哎呀，将军，老夫人，这声音是小佛堂里传来的，还有一股诡异的紫黑色庞大东西朝着这边来了，得赶紧走啊！母亲，你们别慌，我去看看。这是什么鬼东西？救命啊！所有人都别慌！怪物，是怪物！这就是逆道门养在江家的小玩意儿。本尊就说这逆道门布局了这么久，就为了让钱嬷嬷用铜杆咒，就为了折磨一个5岁小姑娘。原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借钱嬷嬷那滔天的怨念和恨意，来诅咒姜思雨是假，为的是让钱嬷嬷心甘情愿为他们用的什么宝血来滋养这魔气。逆道门养魔气是想做甚？这股魔气养了10多年，同时也被镇压了10多年的，如今还未完全养成就破体而出，不受任何人控制，就是长得丑了点儿，触感还挺 Q 弹。小青，别玩了，回来开饭了，再不来你的夜宵可就没了。姐姐，小青在这小佛堂底下发现了好吃的，小青吃完了就回来。小佛堂，看来他猜的没错，铜杆咒只是逆道门用来遮掩真正的目的的手段。爹，您能不能救救他们？如果您麻烦，救江勇一人也好呀，他可是您的儿子。师叔祖，小弟子记得您不是还有个紫色的葫芦吗？那个葫芦似乎可以储存魔气的。对啊，瞧我这记性。葫芦口对准了中堂内肆虐的紫黑色魔气，猛地产生了一股强大无匹的吸力。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方才还如同人间炼狱般的中堂便恢复了清明。不错不错，这么浓郁的魔气，小青应该可以突破100年瓶颈，正式踏入地级。多谢姑娘出手相救，江某感激不尽。爹爹，你这样可不孝顺呢！爷爷救了你，你怎么连声爹都不喊呢？胡说八道什么？娘，爹爹不孝顺，都不认爷爷，肯定对你也不好。不然你跟他和离吧，我们带着祖母搬到国公府，跟爷爷一起住。从原主的碎片记忆中，他知道江勇最爱的是他妻子，孩子都是意外。怂恿江夫人和离，还不拿捏着老登。别瞎说，夫君，来给爹敬杯茶。我家知书达理又重规矩的妻子中邪了，怎么跟着耀祖一起胡闹啊？还等什么？给你爹敬茶。母亲，就算是这位姑娘救了我们江府，但喊她没必要吧？连娘的话都不听了。爹。那位站在江勇身后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此刻正张大了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家那个说一不二、威震3军的将军，刚才喊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叫什么？爹？侍卫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还别说，这大将军这声爹可真带劲儿的，就是声音太小了。就在这尴尬又诡异的气氛中，府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是刘管家带着镇魔司的人回来了。周清风见过陆姑娘。既然陆姑娘帮江府驱除了邪祟，我等还有要事，就先离开了。既然无事了，我也该离开了。如果你们允许，就让小元宝时常到国公府找我玩，答应你们的事情1月内定能完成。只要耀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去找你玩，只要国公夫人不嫌弃，耀祖住在国公府都没问题。你呀，先减肥，这么胖，哪还有我们天玄宗弟子的风骨？知道了，师叔祖。爹，你要走了吗？
时常回家看看。啊，你以后可自由出入我们江府，就当自己家。好。老太爷，老奴送您出府。陆姑娘，在下送你回府，顺便有事相商。有劳周副指挥使了。爷爷，我明天就去国公府找你。这段时间我会在镇摩司，等我忙完了再来国公府。这几天活动活动身子。江府中堂之内，气氛却依旧凝重如铁。母亲，夫人，你们怎可如此荒唐？我乃堂堂镇国大将军，护国佑民，征战沙场，今日却要对一个黄毛丫头认爹，这传出去，我江勇的脸面何存？三军将士又该如何看我？夫君，你先息怒。我如何息怒？你们是被那妖女下了什么迷魂术不成？夫君，这件事起初是耀祖认爷爷的，我和娘只是为了耀祖的病着想，我才随意喊的。后来陆姑娘将林峰和思雨的怪病都治好了，我觉得认下这个爹不亏。你说什么？林峰和思雨的病好了？江夫人江陆真真如何看出江凌风身中魔气，又如何查出江思雨中了那歹毒的同感咒，并寻到咒物，最终破咒救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若不是陆姑娘近日上门，我们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思雨还要遭受什么样的罪。夫君，陆姑娘还承诺能让耀祖逐渐恢复心智，一生爹换3个孩子的前程，这笔买卖难道不值吗？勇儿，这仅仅只是其中一面。镇摩司是什么地方，大家心知肚明。周副指挥连皇上都不怎么给面的一个人，能让他尊重的，这天下屈指可数。江勇一愣，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刚刚也瞧见了，虽然周清风来去匆匆，但对陆姑娘的态度极为明显。如今这世道也不知怎么了，妖魔横行，邪祟渐多，早已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太平盛世。我们江家手握兵权，看似风光，实则树大招风，不知被多少人暗中盯着。今日之事，你以为只是巧合？那逆道门耗费10多年布下的局，恐怕就是想我们江家在不知不觉间满门覆灭。背后的推手，恐怕是上面那位受益的。如今有国公府在前面撑着，一旦苏家倒了，就会轮到我们江家。与陆姑娘羁绊深了，江家与苏家绑定，背后之人想要动我们，可就难太多了。更何况还与镇摩司并肩王搭上了线，给江家多了一道护身符。勇儿，在江家满门的性命前，那点可笑的自尊一文不值。为娘言尽于此，日后见着陆姑娘放尊重些。你要脸还是全家的命，自己看着办。月色融融，夜风微凉。陆姑娘，镇摩司的老兵这几日就会抵达上京，不知陆姑娘明日先去给镇摩司现役的弟兄驱除旧伤魔气可好？一时我自会前往，什么时候都可以，毕竟1人1两呢。
镇魔司最近有一桩棘手的案子，想请姑娘提点一二。哦，说来听听，难道又是逆道门？近1月来，京中连续发起了5起命案，死者皆是新郎，杀人者是新娘。若不是最近一起命案是新娘当众杀害新郎，恐怕至今都没有什么线索。新娘进了新房之后就莫名的昏厥，醒来时新郎已经被杀，要不是身上与手上沾了鲜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杀的人。最诡异的是，案发当晚家中人都未曾发现有任何异常，没有打斗，没有挣扎，甚至连一声呼救都没有。每一位受害者的死状都不一样，杀人者极为凶残，从伤口看，杀人者对受害者有极深的恨意。我们调查过，这几对新人感情都很好，甚至有一对从未见过面，何来恨意啊？现场也没有任何的魔气，没有诡异留下的痕迹，怎么查我们都查不到任何的线索。如今的百姓都不敢成婚，害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有点意思。尸体还在吧？在镇魔司的冰窖放着呢。行，我去瞧瞧。带路吧。周大人，不用在意我们，你们忙去吧。很多死者都是诡异所杀，难免尸体上沾一些害人的玩意儿，所以镇魔司的冰窖设在此处，方便行事。姐姐，江家人在背后议论你。他们说什么了？他们倒是没有说姐姐什么坏话，不过话里话外的都有利用的意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修仙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庸俗凡人？本尊不怕被利用，就怕被人白嫖。只要江家给的好处到位，被利用也无所谓。更何况小元宝在江家，谁利用谁还不一定呢。这不是普通的兵吧？陆姑娘好眼力啊！隔壁屋子关着一只口吐寒冰的诡异，7年前与王爷做了一笔交易，王爷留他一命，他为王爷打造了这座冰窖。王爷说，若这只诡异能够安安分分地待满10年，可考虑让他成为镇魔司的编外成员。你们家王爷不愧是我看上的人，这男人的眼神啥意思啊？又脑补了什么？萧莹的确是本尊看上替代狗皇帝坐上龙椅的第一人选，杀伐果断，就不会以偏概全的滥杀无辜。难道本尊说错了？姐姐，他应该是觉得你在缠他们家王爷的身子。陆姑娘，死者都在这里，这是第1位死者，城西富商之子李瑞。这是多大仇多大怨啊！这是把人当烧鸡丝了。第2位，兵部侍郎的侄子王珂。这具尸体的死状更为惨烈。第3位，翰林院编修之孙赵寻。第4位，京郊孙大善人的独子孙泰。这第5位，便是昨日出事的新郎，前世米铺的少东家钱宇。案发当时，喜娘正要到新婚房内主持洞房仪式，刚一进门就看见了新娘，正面目狰狞地拿着瓷枕一下又一下地砸在死者的脸上。5具尸体，5种截然不同的残忍死法，每一处伤口都仿佛在无声地咆哮着，诉说着行凶者那深入骨髓的疯狂的恨意。陆姑娘，你看。姐姐，死者的身上有很大很大的魔气，这点味道凡人根本就察觉不到，下界的魔气怎么随处可见，上界想找都找不到。魔族都快被你吃得灭族了，你当然找不到了，都躲着你。小青，你能追踪到魔气来源吗？很奇怪，不是魔族身上很纯粹的魔气，有点像我在江家小福堂吃到的味道相似。有意思，果真是逆道门的手笔。狗皇帝与逆道门勾结，迫害朝中大臣，却不知逆道门利用狗皇帝养魔气。他不理解这群破道士养魔气有什么用，对他来说就是小青的口粮。不管逆道门想做什么，都跟狗皇帝蛇鼠一窝，倒是给我省了不少事儿，正好一锅端了，给萧莹清清路。
杀人的新娘，如今关在哪里？陆姑娘，稍等，请随我来。就这一边，此处是镇魔司的天牢，关押的不只是犯了事的异人、诡异，还有我们自己人。杀光你们！刚走进去没几步，两侧的牢房里便传来阵阵嘶吼与锁链拖动的声音，那声音嘶哑疯狂，如同夜宵提血，让人脊背发凉。这些是镇魔司中了魔气之人。是的，王爷不敢轻易地放他们出来，一旦他们被魔气吞噬理智，就会沦落为只知杀戮的魔魁，只能暂时关押于此，由专人轮流看守与诊治。虽然成效微乎其微，唉。这镇魔司倒是还有几分人情味，这些人身上都有少许的功德金光，恐怕早就被魔气吞噬了，越来越满意消盈了。哼，本尊眼光就是好。姐姐，这里好香啊，小青可以吃吗？明日敞开了肚皮吃，这会儿得去瞧瞧凶犯是怎么回事。既然姐姐都说了，明日随便吃，今晚我就勉强忍着吧。透过栅栏可以看到牢房的角落里蜷缩着一道纤弱的身影，那是一个女子，她还穿着一身刺目的大红嫁衣。小仙士，昨日死者的新娘案发当场被喜娘撞见，她正在用瓷枕砸死者的脑袋。其余4案呢？其他新娘可曾查到蛛丝马迹？其余案件毫无线索，新郎皆死于洞房花烛夜，但新娘或昏迷或疯癫，或者根本就不记得当晚发生的任何事情，也无旁证证明他们动手，所以只能让他们各自返家静养，但严令不可离京，但凡稍有异状即可报官捉拿，不容姑息。既然被喜娘撞见，为何没有反抗逃脱？据小前世说，她进入新房后就晕了过去，她是听见了喜娘的尖叫声才清醒过来的，醒后发现自己的丈夫被自己砸死了，吓得晕了过去。小前世，你可想起其他的事情？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抓我？姐姐，这个女人身上残留的魔气比那些死者的稍微浓那么一点点，也是凡人无法知晓的程度。我信你没杀人。你信我？信。那你信我吗？大人，我这名柳嫣儿是前世闵行少东家钱宇的新婚妻子，我们2人青梅竹马，感情非常的好，我没有杀宇哥哥的理由啊。大人，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没杀人。成婚那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新娘指导和安慰后就出了屋子，那一瞬间倦意袭来，我觉得很累，然后就睡过去了。等我悠悠醒来，发现宇哥哥，那怪物为什么要醒着我？为什么要杀宇哥哥？为什么？陆真真见对方情绪有些失控，一个手刀下去，让柳嫣儿沉睡。如何？可有什么发现吗？有人使用手段让他昏迷，然后魔气控制他的身体，杀了钱宇。魔气还能受人驱使，可是为什么要杀他们？经过细致调查，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连新娘们之间都没有。魔气是魔族自带的，自然可以驱使，但是不是魔族搞的鬼，有待查证。周大人，我需要看看这5起案子的所有卷宗。陆姑娘，请随我来。昏黄的烛火在这片纸的海洋中，只照亮了微不足道的一角。我的妈呀，这天昭国犯了天怒还是捅了诡异老窝？全国上下居然有这么多诡异案子，这得死多少人啊？本尊有些后悔接萧颖给的编外人员的令牌了。瞧这屋里的阵势，是要本尊免费当牛马呀？陆姑娘，这5起新婚命案的所有相关卷宗都在这里了，包括死者生平、人际关系、新娘的口供，以及我们镇魔司所有的调查记录。先说好，我只帮你们镇魔司破这1个案子，
其他的别找我。不是在说新娘杀案吗？怎么又说其他的案件了？陆姑娘放心，不会让你白忙活的。万一说了，只要你愿意帮忙，50两一个案件，这个是基础价，越难办的案件翻倍算。陆真真听见这话，喜笑颜开。她就喜欢萧莹这样的敞亮人。陆姑娘，可有发现？找到了。真的？线索在何处啊？周清风凑了过去，瞧见对方所指的地方是城西的月老庙。他皱皱眉，又翻了翻其余4本，每一位新娘或者他们的贴身婢女都提到城西月老庙。陆姑娘果真厉害啊！时间不早了，想必陆姑娘已经劳累了一天，我先送您回镇国公府休息，再去月老庙探查一番吧。点上你镇魔司最精锐的人手，我随你们去长西月老庙看看。好，陆姑娘请稍等。国公府听竹轩，卧房内，苏南渊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从沉睡中惊醒。他只觉得浑身像是被泡在冰水里，刺骨的寒意从骨缝里钻出来。是血！苏南渊瞳孔骤然紧缩，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阿大，阿大！很快苏南渊找到了守夜小厮，他就倒在八仙桌边，身体蜷缩着，脸色青紫，胸膛剧烈的起伏，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副随时都会断气的模样。怎么回事？不光是他，就连自己的心腹都病了。不对劲，很不对劲，出事了。二公子，二公子您怎么了？奴才马上去请府医。很快，老府医被小厮连拖带拽地请了过来。二公子，您这病来势汹汹，诡异至极，老朽行医一生，闻所未闻呐。说，本公子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脉象虚浮散乱，如风中残烛，此乃绝命之症，药石无医呀。二公子，从您的脉象看，您最多只有5日之期了。5日？他就要死了吗？无药可医。苏南渊的眼中迸发出强烈的不甘与愤怒，他怎么可能相信这种鬼话？他可是六皇子，未来的太子，怎么可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我不信。梁府医呢？为何不是他来？梁府医昨日半夜就来了国公府，据说夫人跟2位小姐也病了，直到现在都未归。看来夫人和2位小姐也病得不轻啊。拿上我抽屉里的令牌，快给宫里递帖子，请太医院院士，让皇上派院士来给我看病。皇城养心殿。陛下，镇国公府传来急报，说六皇子突发恶疾，危在旦夕。六皇子想让太医瞧瞧。真是个废物，事情不但没办好，身子还弱。传朕旨意，命太医院院士唐元立刻马上前往镇国公府为六皇子诊治。记住，告知唐元务必保住六皇子的性命。如果救不了就算了，但一定想办法探查国公府最近的动向。最近苏家手段频出，拔了不少朕安排在国公府中的不少暗桩。朕不想当个瞎子聋子。奴才遵旨。唐院士，你来了，快给我瞧瞧，是不是他们医术不好胡说的？
苏二公子，先让本官把把脉。时间一点点消逝，卧房内静得落针可闻。如何？是不是中毒了？苏二公子，恕老臣直言，此症啊，非毒非病，只是您的身体宛如100岁老人，已如那风中残烛，油尽灯枯啊！不可能，我才20岁，我的大业，我的太子之位，我不会死的，你们都在骗我。准备后事吧，你们二公子就几日的时间了。唐院士留步。冯嬷嬷鬓角染上风霜，脸上沟壑纵横，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与焦急。唐院士，求求您发发慈悲，去松鹤院看看我们夫人吧。夫人她快不行了。国公夫人也病了，看来不止皇帝要苏家人死，就连老天爷都要苏家亡啊！走吧，带本官过去瞧瞧。谢唐院士大恩大德。松鹤院。夫人，唐院士来了。唐院士，我是不是要死了？唐院士，我们夫人到底怎么了？国公夫人是得了鼠疫。鼠疫？这里可是国公府，怎么会有鼠疫？唐元生怕自己被传染上，朝着秦氏鞠躬，赶紧拿着药箱就走。唐院士，除了夫人，还有2位小姐也病了。您来都来了，要不也给瞧瞧？鼠疫是会传染的，2位小姐定然也是。你们准备后事吧。唐元丢下这一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国公府。他不敢直接回宫，而是冲向了自家府邸的洁净房。快，本官要沐浴！来几个人将藿香、佩兰、白芷、艾叶、菖蒲，和陈皮等磨成粉，放入浴桶里。快点，别耽搁！御书房，陛下，唐院士在门外求见，说有要事禀报。宣，省了，你直接说就是。启禀陛下，苏二公子所得之症，乃是天人五衰之象，药石无益，只有5日左右的时间了。国公府其他人是何反应？国公夫人秦氏以及府上2位小姐，经微臣诊断，皆是感染了鼠疫。哼，鼠疫，好一个鼠疫呀！你可诊断清楚了，不是他们国公府玩的什么金蝉脱壳之计。臣诊断清楚了，的确是鼠疫。若陛下不信，可让太医院其他人去诊治。小安子，奴才在。传朕旨意，让太医院选5名太医前往国公府，一旦确定，将消息宣扬出去。如此，就算苏家人真的逃了，等他们返回京城，天下人都会知道苏家犯了欺君之罪，想要造反。奴才遵旨。等5位太医反复确认之后，国公府上下竟然鼠疫的消息立刻传遍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比真正的鼠疫传播的还要快。不到2炷香的时间，整个京城都炸开了锅。
听说了吗？镇国公府闹鼠疫了。怎么可能啊？鼠疫不是只有旱灾缺粮才会出现的吗？国公府怎么可能会没粮食啊？哟，你还不知道吧？是宁远侯夫人，也就是苏家大小姐，不知是不是宁远侯府被灭了满门，受了刺激，非要养了一只老鼠当宠物，国公府这才有了这次鼠疫。国公夫人也太宠你女儿了吧？什么不养要养一只老鼠？哎呀，造孽呀！我的天啊，鼠疫可是会死1成人的。一时间人人自危，谈苏色变。大理寺，苏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何事如此惊慌？外面都传疯了，说你府上闹了鼠疫。什么？我离府之前家里还好好的，怎么府邸会有鼠疫呀？我这就回去看看。母亲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吗？哎呀，下官只是听闻说是苏大小姐养的老鼠是病染源。不管怎么样，大人你都不能离开大理寺，不管这消息是不是真的，鼠疫会传染，下官是不会让大人回府的。本官要回府，给本官让开。且不说真假，家母病重，下官身为人子，岂能苟活于外？苏大人，万万不可！此事已由宫中传出，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啊！鼠疫非同小可，为大局着想，也为苏大人你自身安危，在事情查明之前，你绝不可离开大理寺半步。来人呐！都给本官看好苏大人，不许他离开宫房半步，若不然提头来见。京城西郊月老庙，没想到一座小小的山庙香火还挺旺的，就是不知道这牵的是红线还是索命绳。来人，清场！镇魔司办案，闲杂人等速速退散！凭什么赶我们走？我这姻缘刚求到一半。就是，官府也不能这么霸道吧？怎么回事啊？这些当官的难道还得管百姓上不上香？妨碍公务者，格杀勿论。哎，是镇魔司的人啊，他们可是真正的活阎王，咱这小老百姓可惹不起。哎，你们说，镇魔司的人怎么会来月老庙啊？你不知道，最近这1个月，京城啊出了5起新郎被杀案。镇魔司的人来这里，难道是这儿的月老庙有问题啊？你别吓唬我呀！我刚刚在祈求月老庇护呢。这月老笑的跟个开心了的沙皮狗似的，牙花子都快咧到耳根了，诡异的很。哪家的神仙长这么一副准备吃人的嘴脸，笑跟画皮似的。自己乖乖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石像毫无反应，依旧保持着那副悲天悯人的微笑。小心！红光一闪而逝，瞬间没入了那名力士的眉心。他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张武，你没事吧？张武缓缓地抬起了头，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诡异的笑容。你们这群不懂风情的臭男人，真是多管闲事！本座好心好意，为那些可怜女子惩治负心汉，碍着你们什么事了？你们这些臭男人，竟敢打扰本座好事！那些薄情寡义的渣男，就该千刀万剐，不得好死！都该死，全都该死！在场的所有镇魔司力士皆是身经百战的铁血汉子，此刻却被眼前这诡异绝伦的一幕惊得头皮发麻，脊背生寒。这画面虽搞笑，但比撞见厉鬼索命还要让人毛骨悚然。我去，金刚芭比现实版，这兰花指翘得比我用扇的筷子还直。大哥，你这身板跟这声音，违和感都快冲破天际了。何方妖孽，胆敢附身我镇魔司的人，滚出来！妖孽！
可不是什么妖孽，是替天下女子手刃渣男的使者。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嘴上说着海誓山盟，转眼就能令蜜新欢，将旧人弃之如敝履。既然你们管不了，那便由本座来管。凡来此庙许下诺言又背弃誓言的薄情郎，本座都会记下他的名字，然后在本该属于他们的洞房花烛夜送他们一份大礼。如此说来，京中那吴起新郎官被杀案是你所为？是又如何？不是又当如何？那5个该死的男人都曾在这里对着本座的神像发誓，说要与他们的心上人一生一世一双人。可结果呢？一个在成婚前3日还流连于烟花之地，一个早已在家中养了外室，连孩子都有了，一个竟是为了吃绝户谋夺新娘子的家产，还有一个最恶心，他根本不喜欢女人，只是娶个妻子来掩饰他的龙阳之好。这样的男人难道都不该死吗？所以你迷晕那些新娘后，控制他们的身体，在新婚之夜亲手杀了自己的夫君。是的，是让他们看清真相，认清渣男，手刃仇刃有什么不对？你们这些男人虚伪得很，如今要来抓本座，哪里是为了那几个蝼蚁的性命，是因为本座挑战了你们男人的自尊。这诡异就是个疯批呀！姐姐，这个诡异身上有养殖的魔气，小青能吃了它吗？用魔气修炼的诡异不是没有，但极少，毕竟两者几乎是天生排斥，能兼容的不容小觑。姐姐，养殖的魔气兼容性很高的。月老庙四周还有阵法，看样子诡异是被人养在这里的，不出意外肯定是那道门干的。不管如何，他附身在这么一个肌肉猛男身上搞事业，是真的一点都不挑食啊。说完了就从我的人身上滚出来。滚？口气倒是不小，若不是本座见你是女子，本不想与你为难。你若识相，速速离去，本座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否则，你的下场会比那些男人更惨。更惨？真是给点颜色，还开上染坊了。区区一个被圈养的魔物，口气比小气还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为何能伤到本座？小青蛇在姐姐的命令下，她快速变大身子，将张武紧紧缠绕住。你这个女人，明明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何要助纣为虐，帮助这些肮脏虚伪的臭男人？男人都该死！你为什么要阻拦本座？为什么要帮他们？我帮的不是他们，我只是赚钱而已。你的命值50两呢。难道本座只值50两？也太看不起本座了吧！只要你杀了他们，让本座离开，你想要多少银子，本座给你多少，如何啊？只要这个女人能够帮我脱困，那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全都给了又如何？这是要贿赂本尊？
可惜了，本尊说一不二，既然答应了周清风，自然不会食言。周大人，你派几人去后殿找找，把那些金银都找出来，正好折算偿这次额外的酬劳。不要担心，有小青在，他跑不了。赶紧的，有小青看着他，都去给我找找。找。张武泛红的眼看着眼前四处寻找钱财的众人，鼓着腮帮子生闷气。他就这样赤裸裸的被人忽略了？你盘踞在此，息事怨念，屠戮无辜，当真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解救那些被辜负的女子吗？不，你所做的并非是救赎，只是无休无止的发泄。你只是在宣泄自己的怨恨，满足自己扭曲的私欲。那些新娘何其无辜，她们的人生，她们的清白，就因为你的正义被彻底的断送了。你凭什么用她们的身体去造就另一场悲剧？住口！你懂什么？本座在帮他们解脱，让他们看清男人的真面目。本座明明做的是救人之事，你们凭什么如此评价？她只是世间女子爱而不得，痛苦被虐所汇聚成的一团怨念。只是有人用魔气滋养，她拥有人的思维。即便如此，她曾连人都不是。你跟她说再多道理，她也不会明白。小青，还等什么？赶紧吃了。张武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彻底失去了意识。而在半空中，一团拳头大小不断挣扎蠕动的紫黑色雾气被青蛇虚影死死地捆缚着，再也无法动弹分毫。一道尖锐的破空声陡然响起，那声音极其细微，一声脆响，那势在必得的偷袭之物竟被他2根手指稳稳夹住。快准狠！有刺客，追！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镇魔司办案之时行凶，简直就是胆大包天。官爷，发生什么事了？是啊，我们只是来拜拜月老的，你们怎么还动刀动枪的？周清风没有理会，用锐利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试图从他们惊慌的表情中找出破绽。这是镇邪符，看来是养这鬼玩意儿的幕后之人出手了。这玩意儿虽然伤不了小青，只是上面的镇邪符还是会让他难受，甚至是昏迷3、5天。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敢动本尊的蛇，找死！一旦小青昏迷，答应相应给镇魔司的人驱除魔气，岂不是要自己亲自动手了？该死的，这不就是逼迫本尊当牛马，还耽误本尊躺着赚银子？好得很。姐姐，你是不是忘记了？小青现在是地级了，镇邪符伤不了一点。我现在不是以前的小白菜了，虽然赶不上团团大佬，但是在姐姐的契约兽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如何？对方很狡猾，混在香客里逃跑了。线索又断了。好，他跑不掉的。小瘪三，让本尊看看你藏哪儿了。敢动我的小青，就得承担后果。千里寻踪，是。只见那枚3棱镖在他指尖疯狂震颤，随即悬浮在空中，忽地朝着月老庙外飞了出去。走。月老庙外50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穿灰色短衫、长得贼眉鼠眼的瘦小男子正混在香客里。怎么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失手了？他心里忐忑不安，这样强烈不安的感觉迫使他转身赶紧离开。道长，东西不要了。他似乎很想跟你回家。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道长。官爷啊，草民只是普通村民，今儿个是来给我家儿子求姻缘的。道长就不要辩解了，你应当知晓食物寻人的准确度。小女娃，好俊的功夫，好毒的眼力呀！你是如何知道贫道是道士的？女娃娃，
老道觉得你天资不错，想收你为徒，你觉得如何呀？收本尊为徒？长得不咋地，想得倒挺美。不过有一说一，这老登眼镜还不错，本尊在上界那也是万中无一的奇才。妖道，你豢养的那些邪祟害人性命，束手就擒，跟我去镇魔司一趟。灰衣男子却连看都未看周清风一眼，仿佛他只是空气。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陆真真身上。小女娃呀，别跟那些朝廷的鹰犬浪费光阴了。只要你肯拜入我的门下，贫道保证不出10年，你的成就必定远超现在。届时这天下之大，皆可去得。甚至以后可以去上界居住，或长生不老都可，如何呀？还跟本尊谈上条件了？哦，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拜你为师，你会告诉我为何要圈养邪祟？正是，只要你成为了老道的徒弟，老道定会告知一切。如果我不想拜师，又想知道真相呢？